2174年，地球进入冰河期，绝大多数陆地已不再适合居住，人们只能住在地下1000米的地下城中。爷爷，你真的能拯救地球？真的能再让我看到蓝天吗？一定能。我终将会再次看到这蓝天白云、夜梦星河，看到鲜花再次挂满枝头。那我们拉钩。哪有50年后，太阳氦闪爆炸将会吞噬整个地球，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。世界各区正在纷纷实施自救计划，为逃离这场灭顶之灾而努力。氦3全程完成，恒星及引擎核心已经准备就绪，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，请该交付工程师发布最后指令。验证通过，准许启动。启动！3引擎核心第734次启动，成功！只要将数座氦3引擎核心集中建设在地球的一面，所提供的动力就足以驱动地球逃离太阳引力，你就可以躲避太阳氦闪爆炸。地球流浪计划终于可以实现了！裴总工，太阳氦闪爆炸提前了。你说什么？一旦太阳氦闪爆炸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将绝无生还的可能。爆炸应该是在50年后，怎么会提前？突发消息！太阳氦闪爆炸突然提前50年。此前大夏制定的地球流浪计划再无实现的可能。米方在得知太阳氦闪爆炸提前的情况下，却隐瞒不报。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只顾保全自己，根本没打算实现地球流浪计划。美国，你个王八蛋！当一切都没办法，难道真的要结束？重生了！既然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拯救地球。这一世，我放弃了保送博士的机会，直接带着图纸加入了制造氦3引擎核心的工程。整整1年，氦3引擎核心终于要完成了。未来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，各国应对太阳氦闪爆炸的提案已经有了初步进步。可惜大夏的伏羲计划未在候选列表。据悉，米国的诺亚方舟计划最高票数成为最有希望被选中的计划之一。1小时后将会选出最终计划，并在全球实行。什么狗屁诺亚方舟？我这是造了一个巨大的飞船吗？全人类乘坐飞船离开地球，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乡啊！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？他们凭什么不支持大夏伏羲计划？肯定是美国佬搞的鬼，他们最喜欢拉帮结派，他们肯定对大夏的计划投出了反对票。人家美国可是世界警察，哪里还看别人脸色？反对美国诺亚方舟计划！现在，只要将氦3引擎核心运到未来联合国大会，一切就还有机会。同活一世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拯救地球。
拯救所有人。麻烦大家快点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快跟我去医院！你的难产了，医生说可能大人孩子都扛不住了呀！各位师傅，你们别搬了，快送我们去医院呐！不能停！这什么东西能比老婆孩子还重要呀？你赶紧去医院吧，这东西啊，我们给你放在这儿，我们又不给你弄坏。上一世依依也是难产，但最后母子平安。对不起，依依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说不能停！老婆难产都要死了，你还在捣鼓这个破玩意儿！爸，要干什么？死了郑小云安全，我也很担心他们母子。我们当下匹夫有责，这个钱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各位工友，这件东西必须按时送到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啊！各位代表，今天我们必须宣出拯救地球的计划，否则人类物种将非常危险。哎呀，大夏的伏羲计划做的是什么？他们居然妄想在地下建造另一个世界，拯救所有人，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。明明是你们串通一气，背后搞了小动作，大夏的伏羲计划才被踢出了备选行列。恭喜特普森阁下，这一次一定是你的诺亚方舟计划中心。宋夏代表计划说到了，在秘书长宣布结果之前，谁都不能确定谁入选。哎，特普森阁下真的是太谦虚了。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，也就只有你们的计划才能带领我们好文活下去。我们不过是来走个过场而已。如果特普森先生的计划被选中，估计就能蝉联下一届的诺奖了。那些我都不在乎，主要是为了拯救人类。对，这才是大国风范。要拒绝飞幕，重新投票！拒绝飞幕，重新投票！要公平，要生存的机会，要公平，要实现的机会。经过层层筛选和未来联合国仔细研究，现在宣布拯救地球计划中选地区是。等一下，诺亚方舟计划又是个骗局，他们对外标榜说建造宇宙飞船，将全人类运离地球，以此躲避太阳氦闪爆炸。实际情况，他们只会带着有钱人逃离地球，地球流浪计划才可以拯救全人类。我建议实行地球流浪计划。地球流浪，哎，媳妇，你不会想采取某种动作，让地球脱离太阳引力，向反方向逃离太阳氦爆炸范围，带着整个地球在宇宙中流行？就算你的计划可以实现，但地球上可没有这么充足的能量储备，你拿什么做动力？动力能源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氦323？还好啊，你们母子平安，要不然啊，我饶不了裴强那个混蛋。爸，裴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能理解他。实行地球流浪计划。怪不得他不来医院呢，原来跑到联合盟大会上吹牛去了。他不是为了自己出名，他是为了把他研发的引擎核心带过去。就他在车库里捣鼓得
破疙瘩呀？啊，这叫氦三引擎核心。裴强发明的引擎核心是目前唯一可以拯救全人类的。全世界那么多专家都做不到，他就能做到了。事实上，裴强已经做到了。把氦三用作核聚变是全世界所有学者的梦想。你要知道，1000克的氦三能够提供大约19000亿瓦的能量，足以满足全球1整年的能量消耗了。就这么大点东西，就能满足全球1整年的能量消耗？孩子，爸爸他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到时候你就不用住在科下船，抬起头就可以永远看见蓝天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放弃任何一个人。我决定立即再进行一次投票。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施。没错，全球氦三储备量只有500公斤，更何况这种气体极难提取。早在20年前，特普森阁下就联合西方顶尖科学家一起研究，直到现在都没有成果。连特普森阁下都研究不出来的东西，你们大夏凭什么研究得出来？依我看，这份《流浪地球》的计划书就是造假吧？你确定你的计划书可以实施吗？我确定，引擎核心我已经研制出来了，正在运来的路上。哎，你怎么可能造得出那个？你不会是从美国偷的？我不相信你们大夏会有这么高的科技水平。理事长，我提议取消投票。一个跳梁小丑不值得我们投票，我赞同取消投票。大爷的，美国佬他们凭什么看不起人？他们研究不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能研究出来了吗？美国佬还好意思说别人偷东西？研究就是他们最爱偷东西。看埃国佬那副舔狗的样子，看这个人似的，背地里还不是米国佬养的一条狗？必须再次公开投票，我们命运凭什么要掌握在他们的手里？支持裴翔，支持地球流浪计划，必须再次公开投票！黑先生，虽然你的实力不怎么样，但是我很欣赏你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你是大夏科学院的院士吗？我不是什么院士，我只是一名大夏的工人。我们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拧螺丝工人，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。你们大夏竟然让这种人进来捣乱！秘书长，我同意，赶紧有意义的讨论。大夏代表，如果你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们的计划可以实施，请立即停止你们没有必要的发言，否则我将把你们赶出会场。秘书长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氦三引擎核心和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，但在那之前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证据要给我们看呢，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盒子。你该不会想说氦三引擎核心就是这么个破盒子吧？我要谴责大夏，他竟然放任这种人进来捣乱。就这么个小盒子，能放下氦三引擎核心，我看是他在戏耍全球所有顶尖的科学家。黑先生，你承认吧？你手里的盒子绝对不是氦三引擎核心，你们大夏绝对没有那么高的科技水平，你们站在这里就是个玩笑。这个确实不是引擎核心，却是建造氦三引擎核心的前提。没有它，就无法建造氦三引擎核心。你不会要说你制造出了太阳，实现了温室提取氦三吧？想必各位都清楚，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难点并不在于引擎核心，而在于氦三在室温情况下的提取。氦三除了存在于地核中，还存在于太阳风暴中。在室温环境下提取氦三，它的难度不亚于在汪洋大海之中寻找丢下来的一粒沙漠。哎行，就凭你一个臭拧螺丝的，你能知道提取氦三的原理吗？依靠现在的技术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，更别提要制造出必须的钛铁矿石了。我们和特普森阁下的团队研究了10几年，两国投入了超1000亿美金的资本，
我们还拥有着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团队，都没有研究出来。你一个臭女罗斯的大夏人，凭什么说你做得到？钛铁矿石早就被物理学界认为不可造出之物，早点结束你这哗众取宠的行为吧。很遗憾的告诉你们，这种技术已经被我攻破了，并且已经可以随意提取钛铁矿石。It's impossible， 这绝对不可能！钛铁矿石，第一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成功提取到钛铁矿石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钛铁矿石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出来了，爸，您的儿子，我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，他马上就要被写进全球教科书了。这一次，就算裴翔没有氦三引擎核心，单凭这项技术，也足以拿下诺奖。啊，诺奖？不，准确来说，诺奖在裴翔面前已经不算的。就凭裴翔能够提取到氦三，他就是科学界的神。我们的航天技术竟然领先全人类了！你不是在做梦，这都是真的！多亏了裴翔，太牛了！干死他们！好你！大气冲天！裴翔加油！大下冲天！氦三是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你这块铁矿石分明带有铁锈味，这根本不是钛铁矿石。氦三的确是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不假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高温环境下跟铁的反应，在跟氧气中和的情况下，就会带有刺鼻的铁锈味。特普森阁下，您忘了之前我们做过最成功的一次，就是带有铁锈味的。什么？你这颜色跟质感竟然都是对。这不会真的是钛铁矿石吧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到在室温环境下提取氦三。不可能，大夏绝不可能拥有氦三的提取技术，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工厂打螺丝的工人，提取氦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特普森先生，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这都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。我看你们还是别高兴得太早啊！这东西是不是提取氦三合成的铁矿石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说不准啊，是你们大夏造的，妄图令我们肯定是假的。大夏怎么可能会有超越我们的技术？大夏竟然敢在未来联合盟大会上造假，这分明就是侮辱我们，侮辱全球科学家的研发成果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尽管拿去检测。如果不是氦三合成的铁矿石，我立刻离开未来联合盟大会。那既然你已经研发出了氦三引擎核心，那我们需要材料证据，你得不能凭你装置来证。现在你说的一切都是在放屁。你刚刚不是说把氦三引擎核心研发出来？那氦三引擎核心在哪？赶紧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！引擎核心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很快就会到。我看是根本就没有吧。一定要赶上。这车怎么又坏了？早让你救你不救，这下马上大了。既然大夏根本提供不出氦三引擎核心，那我们究竟还在这里等什么？秘书长，赶紧结束会议吧，停止这场没有意义的玩笑。只有特普森先生的诺亚方舟计划是唯一可行的计划。秘书长，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，我保证马上就会让大家见到氦三引擎核心。你拿什么？就凭那块破石头吗？难道钛铁矿石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最难突破的氦三提取技术，我们已经拥有，研发氦三引擎核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哎，米亚纳米达，张先生，他刚才说已经制造出了氦三引擎核心，可是他现在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到我们面前。如果他能拿出来，我们就同意你们大夏的计划，加入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他根本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啊！秘书长先生，请再给我们，给大夏一些时间。秘书长先生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
这里是联合梦大会，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地方。如果再等下去，他还是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，那么诺亚方舟计划的技术将不会再给全球所有人使用。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，要稳稳地站在这个星球上。生存的障碍从来不是弱小，而是人性的傲慢。勇气可以跨越时代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一定可以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。你是在给我们洗脑吗？搞传销感？好啊，既然大夏说我们傲慢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不过，要是在1分钟内我们看不到氦三引擎核心，大夏就要将全国财富的70%上交给特普森先生队，并且你们大夏所有参会人员需要当众下跪，向特普森先生道歉。我不答应的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本生怎么可能送到现场？我们就是故意的，就为了侵吞大夏的资产。地球都要毁灭了，他们竟然还想着抢钱？难道他们的脑袋里边就只有钱吗？他们就是怕我们大家有朝一日崛起，所以才要把我们死死缠在脚下。那他们这种丧权辱国的成员，真当大家还是以前的大家？大不了就跟他们干，让他们见识算要14亿的储备金。你这是在欺负人吗？1分钟的时间怎么会够？1分钟足够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。如果你输了，你们要拿70%作为补偿，跟特普森阁下，还有全国人民跪下来给特普森先生道歉。你们就是在害怕大夏的科技超过你们。我们会害怕大夏超过我们？一个被我们制裁了这么多年的落后国，连光科技都在从我们这里高价买进。你们大夏要是真有能力，又怎么会让我们白赚这么多钱？科技是要靠脑子一步一步发展起来，他们连走都不会，还想跑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谁说我们是在痴心妄想？早在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就独立造出了第一台光刻机。没有条件，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；没有技术，我们就独立摸索技术。大夏文明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我们曾恢复，也曾动荡，但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克服难关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。还自己啊？高端 EUV 光刻机还不是造不出来？别再转移话题了，这1分钟时间马上就过去了。你们的引擎核心呢？你们只剩10秒钟的时间，就给特普森先生下跪道歉。我看呀，你们根本就是没有那颗氦三引擎核心，连这块铁矿石放在。看来我留在这里果然是浪费时间。在座的各位国家代表，如果有想留下来，将会是特普森先生的公敌，并且之后也不会向你们提供多元人都机会。以后没有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说，要不然只会害了你们自己人。真的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报告，氦三引擎核心已安全送到。诸位，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。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。这个就是氦三引擎核心。这个孩子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爸爸造的引擎核心，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东西。等你长大后，就不用生活在这地下城了，抬头就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了。这可是经过大夏几代人的努力
才研发出来的氦三引氢核心。上一世因为氦闪爆炸的提前，没能救下所有人。好在这一世，我提前50年让氦三引氢核心问世。50年的时间足够我重新部署地球流浪计划。这一次，我一定可以用氦三引氢核心拯救全人类。这真的是氦三引氢核心吗？钱老，钱老，造出来了！氦三引氢核心造出来了！你说什么？氦三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！没想到我这块入土的人了，竟然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氦三引擎的问世啊！我大侠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。你为什么要撕毁我的研究文件？知道我为这些数据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吗？这是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，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在盗取我们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核心机密。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都已经研究失败了，那些数据有什么好偷的？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有本事去你们自己地区的实验室研究去，欺骗你们大侠，还想掌握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技术。我敢打赌，再给你们100年时间，你们大侠也造不出氦三引擎核心。没想到，西方世界几十年没有搞定的难题，被一个年轻人搞定了。我要到县城帮他。钱老，您身体不好，受不起这折腾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去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，我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，我一定要到现场去见证。更何况，要验证氦三引擎核心没那么简单，特普森他们一定会搞事儿的。那孩子需要我的支持。钱老，穿梭车已就绪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这竟然真的是氦三引擎核心！他们大厦竟然真的把氦三引擎核心给造出来了！不可能，他们大厦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科技。再说，我们研发的初代氦三引擎核心，少说也有20层楼这么高，而他这个怎么会这么小？这一定是假，这说不准就是他们从哪辆车上拆下来的发动机，为的就是阻止大会的正常推进。各位，我想请问，你们研发了几代氦三引擎核心啊？米国和我们联合整合西方科学家，造出了第一代氦三引擎。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我们有前车之鉴，氦三引擎核心的体积不可能这么小。哦，那我再请问，第一代计算机，也就是图灵机，当时有多大？第一代计算机占地170米，重达3吨，但当时的运算量仅仅每秒只有5000次，而现在我们手机里最普通的芯片都能达到每秒11万亿次的运算量。科技在进步，时代在发展，难道你们现在还会拿着重达3吨的计算机在这里算数吗？太好了，有了这个氦三引擎核心，我们大厦计划终于有机会入选了。Impossible！ 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假的。对，我们联合了西方整个最顶尖的科学力量，研发出了第一代氦三引擎核心都没有成功。结果凭你臭拧螺丝的，怎么可能会造出？我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造假的计划被列入投票之列，除非你当场启动验证给我们看。高普森，刚才口口声声说只要我们把氦三引擎核心带到现场，同意我们大厦的计划加入投票行列。现在就要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当面反悔吧！哎，张先生，特普森先生又没给大厦签订合约，怎么能说反悔呢？总之，我们大厦必须立即启动氦三引擎核心，否则就是证明在造假。马上滚出联合堡！啊！
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初衷可是为了推动地球而存在的。你这么小的母亲核心，别说是推动地球了，怕是连个游轮都推不动。众所周知，氦三引擎核心的输出方式是正向反馈，其能源损失率几乎为零。我现在不仅质疑你这个氦三引擎核心不能正向反馈，成功启动。他肯定不敢启动，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对，为的就是故意抹黑美国的诺亚方舟计划，好趁机抬高他们大夏人的形象。大夏人全部都是虚伪，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。这是我们经过几百次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。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，它都能实现。那既然你说都能实现，不如将它启动验证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一样。大夏代表，请你们验证氦三引擎核心的可行性，否则你们的地球流浪计划将不会进入投票列，无法全球推广。秘书长，氦三引擎核心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，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。您确定一定要在会场内验证吗？他不会真以为这玩意儿可以启动吧？年轻人有进取心是好事，但你不该当众骗人。大夏有个词叫哗众取宠，正好来形容你现在。你们米国没有资格对大夏指手画脚的来说教。既然你们想让我验证，可以，那也别怪我没有提醒。启动氦三引擎核心的后果可是十分可怕。氦三引擎核心爆发出强大能量的同时，也需要足够的电力来支撑它的运行。一旦将其启动，它所消耗的电力不是各位能想象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后果，就你这个还没桌子大的引擎核心，能耗多少电？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引擎核心消耗的电量不过是3000万千瓦电。就你说的这点电力，还不够氦三引擎核心启动1秒钟。真不敢相信，大夏人的水平居然这么低下。3000万千瓦的电量足以支撑一座城镇1个月的消耗量，而你居然说连1秒钟都支撑不了。氦三引擎核心必须搭配辅助器件一起来启动，但1年的时间太过紧迫了，我只来得及做出引擎核心的主体，没有辅件就不能精准的掌控它所爆发出来的能量，我也只能大概预估它的消耗。但像你所说的几千万的电，是绝对不够。那你说，到底需要多少电？最起码要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。可地下城一旦失去电力，氧气储存就会以光速耗尽。在这种无氧状态下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因此早寿。就这么小的一个破烂，需要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？黑强，以为是来诈骗的？拿个假东西来骗我？就算是核弹爆炸所产生的能量，也不足以达到一个国家的用电容量。黑强，我看你这东西就是个半成品，你怎么不敢启动？不就是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最多也就是死几个人。现在我命令你立刻启动氦三引擎核心。既然你们米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辅助器件也可以启动引擎核心，那我就用你们米国的一国的电力来启动。什么？既然你觉得就是停电而已，就算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那自然就要用你们米国的电力来启动了。一个假的引擎核心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的电力瘫痪？你有本事启动一个试试！这可是你的好盟友说的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，就用米国的电力来启动。什么？现在只要我按下去，氦三引擎核心就会被启动，到时候米国就会面临着全国停电，甚至会出现人员伤亡。我需要再跟米国代表确认一遍。要按就赶紧按，有本事按啊！要不是这个假引擎，还真的能启动。我看你就是不敢按，怕真的按下去启动不了，暴露你们大夏造假的事实了。我还想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做个见证，若是我成功启动了氦三引擎核心，就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列。Oh no！ 他这么演的那么小，那东西不会是真的吧？ 3、2、1。
3、2、1 ，Wait！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。我提议立刻执行诺亚方舟计划，将大厦带来的加引擎核心销毁。请立即销毁！住口！你们米国一再错反，现在还要砸掉我们的引擎核心，真当我们大夏好欺负吗？一个造假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出现在未来联合盟大会？这里不是你们大夏演戏的地方，给我砸！就想靠近引擎核心一步？都什么时候了啊，还在演？现在承认这个引擎是假的，还可以保住你们大夏最后的尊严？不，就算他们现在当众承认这东西是假的，也必须为今天戏耍全球人类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提议，即刻起，大夏从拯救地球计划中永远退出，并且大夏代表团要向全地亚城居民下跪道歉。特普森阁下，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？朴代表，你这提议啊，还是太仁慈。我提议将大夏永远逐出未来联合盟。不错，我同意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。住口！住口！夏老，您怎么来了？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敌视我大夏，还是这么迫不及待的打压我大夏，怕美国在世界地位不保吗？笑！米国被称为全球霸主，会怕你大夏？你以为你自己真的是物理学派的？谁不知道当初他在米国研究，也就只有查看公开文件的权限呀。那不用说了，肯定是你盗取了米国氦三引擎核心的研究机密才造出来的。你们造的这个垃圾，就是按照米国的图纸做的。泱泱大夏还用不着用偷来取得科学领先地位。事到如今你还敢？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厉害，能造出来氦三引擎核心，那么当初你们还要去美国留学深造？千辛过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物理学态度，他就是个小偷，是他偷走了本该属于我、属于美国的研究成果。一派胡言！我们大夏的创新成就，一不靠偷，二不靠抢，是14亿大夏人民靠着智慧和汗水奋斗而来的。大夏民族经过近100年的努力，现如今可以站在联合盟，让西方世界忌惮于我们的科学技术。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，大夏将立于世界之巅。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，大夏将立于世界之巅。恐怕你们大夏是没有未来了，竟然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智慧造假的罗斯公身上。对，别演了，还是赶紧给全球人下跪道歉吧。相信北疆，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真的，马上就可以启动验证。千老，我们还没有辅助器件，不能贸然启动。不就是辅助器件吗？我有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大夏这辈子就只配跪在我们脚下，竟然还敢私自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辅助器件！我绝不允许你们大夏有超越我们美国的科技！辅助器件最重要的信命早就被我藏起来了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赶紧送回大夏，绝不能留给他们。就用大夏的电来验证氦三引擎核心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那赶紧拿出来启动验证啊！武器件现在我没有带，我就知道你会骗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胡骗我。
欺骗全球人，你们要为此负责。虽然辅助器件我没有带在身上，但是我已经把它造出来了。钱老，您真的把辅助器件造出来了？多年以前，我和武搭档一起研究过第一代开山引擎合金，只不过这是第5代，与我当年制作的辅件不能完全匹配。钱老，这已经够了，这已经足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了。现在辅助器件在哪？在我当年的实验室里，只不过现在地面环境十分恶劣，像2件全归在实验室，必须炸开冰层才能启动的。这个情况，我会派战机把冰层炸开，我就可以直接启动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用战机去炸，战机携带的炸药量太薄，一旦引起了冰层塌陷，这样冰层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覆盖掉，就彻底无法启动了。用战机炸开冰层，那怎么去下面启动啊？既要炸开冰层，又要保证不会塌陷，就必须保证炸药的准确性。看来只能派人去炸，手动启动了。手动启动？现在地球早已成了极寒之地，没有氧气，在零下70度的情况下，最高处的冰层已经有万米之高。先不说这次行动成功率有多少，就是手动炸开冰山，万一冰层坍塌，这和去送死有什么区别？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继续方阵，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，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。准确的讲，就是去送死。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，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。钱老说的是那片极寒之地吗？那里的冰层少说有数万米高，把整座城市都冰封住了，这怎么能进得去啊？这要是强行进去，绝对是死路一条啊！这么深的冰层，一旦被炸开，冰层绝对会被坍塌，到时候别说人了，一旦操作不当，整个城市就要被冰层砸烂。更何况那里几10年没有人去过了，说不定实验室早就被砸烂了。您忘了，10多年前也是派了一批人进去，结果2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，全部被冻成了冰雕。这次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呢？什么冰封城市？我看你们是为了掩盖造假而编造的谎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辅助器械，还有这氦3引擎更不是真的，说的一切都是假的。都肯，难怪他们从一开始都不肯启动氦3引擎核心。估计什么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，也是他们为了欺骗全世界民众而编造的谎话。他们根本就是不敢当众验证氦3引擎核心的真伪。氦3引擎核心当然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启动啊？啊！如今辅助器件的下落也有了，你们大夏派几个人去炸开冰层，启动就行啊！你以为冰层是那么容易被炸开的吗？一旦操作不当，就会有人牺牲。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，都是有父母、有妻子、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你们随意裁剪的工具。虚伪！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，跟我们武士精神相比，那可差远了。虚伪！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。안녕하세요，地下城的大夏士兵们，有人敢去？有的话就进来混打。看看看看，你们大夏整天以出大义自居，说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，怎么现在全都怕死不敢了呀？啊，没有一个人敢硬打呀！早在几百年前，大夏就是我们泡菜国的附属。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你们10几个大夏人也抵挡不住一个泡菜国的战士，因为大夏都是群贪生怕死的废物。大夏人不是因为害怕死，而是怕他们死的不值得。可以在此发誓，氦3引擎核心一定是可以被启动的。如果没有人愿意去，那我就一个人去。你们大夏人在大义面前从来不怕死，而是怕有小人在背后作祟。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更何况，这是关乎全球所有人的生死。非要有一个人去死，那我愿意做这个自我牺牲的人。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把氦3引擎核心给造出来，带领人类活下去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取义成仁，今日事
人间变种自由化，相信很快我们再次抬头就能看到蓝天白云，鲜花挂满枝头，后来就能在大路上自由的奔跑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任务？要是出现意外了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去。死鬼，还在演孤胆英雄啊！你们大夏人果然都是演技高超的懦夫。谁说大夏人是懦夫？谁说大夏人是懦夫？我去！还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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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我。白牛，我们，谁说大夏人都是懦夫？还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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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牛，我们。谢谢各位，大夏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大夏地下城的居民们，从现在开始打开除氧气和备用电源。虽然钱老给我送来了辅助器件，但不能完全匹配。氦3引擎核心启动后，出现大约2分钟的全国停电。立刻启动紧急预案，告诉所有下属员工提前做好停电准备，把除氧器全部打开。收到。先不要急于行动，大夏有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何愁不行？大夏的未来有你们，放心了。飞强，其实我还另有方案。飞强，其实你才是大夏的未来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去死。钱老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各位，我这辈子活了70多年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研究出氦3引擎核心。没想到在有生之年，竟然还能看到氦3引擎核心的问世。现在只差一步，我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，与我一同组成破冰志愿队，一同操作引爆炸弹，炸开冰城。炸开冰城之后，极大的可能会引起塌方，所以我这里只有单程票。钱老，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。等等，地头是我们的，交给你们这帮不改的，我不放心。钱老，你要的人全部带到。大夏50岁以上破冰志愿者，集合！大夏大学铁骑38师王建军到。大夏苍狼特种大队大队长赵峰到。大夏蛟龙第20区作战旅少尉秦怀玉到。李军到。张龙到。海文到。四海到。李云飞到。报告首长，破冰志愿队总共20人，全部集结完毕。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，请指示。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，请指示。出发！大学铁骑、苍狼特种大队、蛟龙作战旅，都是最顶尖的3军力量。他们曾经为了大夏，多少次驱赶境外势力，威震四方。没想到，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之上，却为了守护我们，自愿葬身边海。多岁呀！这正是快要退休、颐养天年的年纪，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快入土的人，他们是为了我们才死去的。
爷爷别哭，我会记得是他们救了我们的，他们是我们的英雄。没错，他们都是为了拯救我们才去英勇赴死的英雄。我们以后永远记住这一刻，永远记住他们。任何时候，大夏人都不会逃离自己的家园，就是大夏民族5000年的历史与担当。向我们的同胞致敬，向英雄致敬！磨磨唧唧那么久，就挑了几个快死的人出来，一群贱民，死了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就是，能不能快一点？2年的时间可以开启验证了吧？要是验证成功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的列表 Of course, no problem. 但是验证失败，你们大夏必须把所有财富上交给你，并且都是你。此外，你们大夏所有人都不准参与诺亚方舟计划。如果真的只剩死路一条了，那死又有何惧？我们大夏民族传承至今，靠的不是什么诺亚方舟，而是靠的真真正正的人。我的氦3引擎核心一定会启动成功，绝不会把我的民族置于生死存亡之际。事到如今，你就别骗自己了。一个家的引擎核心怎么启动？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弃，接受现实吧。哎 ，my friend， 让他试试又何妨？等夺走他们大夏所有财富，这样我们存活的几率不就多了几分吗？裴强，选择放弃了，否则待会儿想要反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我是绝不会后悔。能不能启动成功，你们马上就能看见。这就是去实验室的最后一条通道了，所有的强敌都被弄灭了，是时候打发他们进来最安全的了。是茶房，快跑，快跑！大家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情报？那些心电图显示直线的识别都已经全部牺牲了。哎是吧，你们大夏人素质不行，要我说，你们还配派几个年轻人去？你派这些50岁的老头干嘛啊？这不等于完全送死吗？一群弱鸡还搞得这么热血沸腾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有多厉害。就算是去送死，也得完成任务吧。现在看来，他们连任务都完成不了。不如你们跪下来求求我，兴许我高兴了，派几个人过去帮帮你们那群蠢货。不用你们假惺惺的在这装出钱。如果不是你们逼着我们去验证，我们怎么又会派人去破冰？更不会有牺牲。前面就是实验室的大门，我只能陪你。站住！你放心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我也会完成任务，绝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。现在就剩下一个死老头了，你们大夏人真是愚蠢！明知道引擎核心是假的情况下，还派去人送死，看来你们大夏真是人多不怕死啊！你们放弃吧，那个老头子根本没能力完成任务，你们大夏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秘书长，快将大夏移出联合盟吧，他们大夏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任务。按照约定，大夏代表必须当众给特普森以及米国道歉，并且将大夏所有财富全部移交给米国。从此，大夏就将成为米国的附属国。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虚实不计存亡。就凭这个死老头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
他活着跟死了一样啊！赶紧跪下，向特普阁下道歉！你们全部都跪下！秘书长，现有的一切已经说明，大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我请求未来联合联盟立即严惩大侠。大侠代表，信号全都中断了，你们的人已经全部牺牲，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吧。不，秘书长先生，我还有最后的机会，请给大侠一点时间吧。大侠，我一次又一次希望全部下成夫人才会做啊！别废话了，赶紧跪下，向特普阁下道歉！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本志愿队大侠送之给他。钱老，是我钱老，是裴强。现在现场什么情况？我这里画面已经中断了。报告总指挥台，已到达地面实验室，获定志愿者应到21人，迟到1人。发布下一步指令。向总指挥台命令。辛亥3引擎合金不动器件，开星火，点灭。马上，有雷之地，真不想发。哎呀！在场的各位，地下城的居民们，今天我们将见证历史性的那些为之付出甚至牺牲的人们，将永远被这篇历史所铭记。在今天这一刻，我们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。从今天这一刻开始，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。没想到我也能亲眼见证历史的这一天了。话说，7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你都不知道？第7次工业革命代表了人类将有能力驾驶飞船探索宇宙深处，表明了人类将彻底打开宇宙文明，进入星际旅行时代。只要启动成功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。终于能死了！我死了！死了！说这么多没用的废话干什么？赶紧按下按钮启动啊！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第7次工业革命吧。5、4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。这肯定造了假引擎核心，这肯定是他们从哪儿搬来的蓝色灯柱。对，一定是灯柱。曹他妈的，音响呢？刚才的动作肯定是他们提前录制好的音响，现场肯定有他们提前藏好的音响。
这绝对不可能！队长，这些蓝色粒子是什么？那是切伦科夫效应。切伦科夫现象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在反应堆启动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高能的辐射，它以每秒钟1万万亿次以上的速度进行辐射，它可以轻易地击穿空气中的电子。这种电子在跃升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散发出来。与红移现象相反的是，这种电子它的频谱处于蓝色光区，所以你们看到是蓝色的光子。如果这些反应是真的，难道海赛引擎核心也是真的？你说他，你被他们骗了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No， 这根本就不是反应堆发出的射线，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魔术表演。没启动氦三引擎核心之前，你说我们是假的，现在启动了，你还说我们是假的。米国代表，我请你慎重发言。净说理！哼，笑话！特普森先生怎么可能会输啊？不如先问问他，为什么启动之后没有产生能量波动？要知道，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引擎核心，启动的时候都会产生剧烈的能量波动，而你们的为什么没有啊？哼，刚才闹了半天说要停电，可现在停电了吗？啊？口口声声说为了全地下城居民的安全，还说什么辅助器件不匹配，要停电2分钟。我看你们就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找的借口。别着急啊，还有不到1分钟就会停电，请大厦所有的居民们立刻打开除氧器，做好断电准备。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。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，我就知道它不是这块料。人家米国那么多的高精尖科学家研究了几10年都没搞出来的东西，他凭什么搞得出来？爸，你要相信裴强，他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刚才秘书长问的蓝色颗粒就是成功的最好证据。只有在反应堆成功启动的时候，才会出现切伦科夫效应。我不懂什么切什么科夫效应，我就知道他造那东西啊，别人不认可。再说了，要是真的，到现在怎么还不停电？氦三引擎核心需要调动大量电力才能正常启动，用这个验电器就能看到电力变化。一旦电压发生变化，就表示着有停电的可能。这验电器上不还是标准的220伏电压吗？这也没什么变化呀。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。223、267，电压达到280伏了。电压怎么会变这么高？现在电压高于220伏了，这就说明着整个大厦的电力系统正在超负荷运作。34、34，爸，赶紧把除氧器打开，马上就要停电了。好。预计将在50秒后发生大范围性停电。哎呀，他还真演出，他不会真的以为有奇迹会这样。要不是世界末日了，我还真想把下一届骑士给翻了。放弃挣扎吧，就算你现在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，你们也必须付出代价。15秒，14秒。没这么演，你们大厦必须为今天这场闹剧做出赔偿。我要你们西南板块的陆地。哎，那你们大厦的东北地区就赔偿给我们吧。你们大厦不仅要做出赔偿，还要在全球媒体面前下跪道歉，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，永远退出未来联合盟，并且合法身份也终身不会被再承认。大厦一旦退出未来联合盟，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。裴强，你确定有把握吗？还剩10秒钟，请没有做好准备的大厦居民立刻打开除氧器，还剩7秒钟就要停电了。大厦，放弃吧。如果你们大厦愿意成为米国的附属国，我可以向特普森先生求情，保全你们大厦；否则，你们大厦会被踢出未来联合盟。大厦是什么后果，你们自己最清楚。裴强，
确定这个东西真能起对吧？我不能拿全大夏的人民开玩笑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停电了，停电了！我们大夏研发的氦3引擎核心终于成功了。注意，注意，大夏已经全面停电！注意，注意，大夏已经全面停电！终于可以狠狠打脸那些故意抹黑我们的西方世界了。氦3核心启动的成功，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可以进入第7次工业革命，可以实现宇宙遨游了吗？探索宇宙是大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，飞天嫦娥奔月都是我们大夏民族对宇宙的浪漫幻想，想到今天竟然真的实现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实现了！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成功？这一定是他们联合起来捣的鬼！就算你不肯相信，也没有办法。停电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我们大夏真的就造出了你们造不出的氦3引擎核心。就算停电是真的又如何？那也不能证明你们的氦3核心引擎是真的。对，氦3引擎核心的启动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，而刚刚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没错，而且氦3引擎产生的推力会将地球公转偏离轨道。刚才感受到了吗？这个引擎核心肯定是假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偏移了，真的偏移了！这一定是氦3引擎核心启动的原因。如此一来，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就得到了验证，就不用抛弃地球，去宇宙逃亡了。这么小的震动，你们也敢说让地球偏移轨道？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造成的。我只相信宇宙检测中心的东西，在没有收到消息之前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让地球偏移轨道哪有这么简单？你知道需要多大的推动力才能让地球偏移轨道吗？就算是全球的所有动力装置加在一起，都不敢说能让地球偏移轨道。而你们居然敢公然造假！有什么证据证明我造假？如果你不相信，你自己去检测中心查一查。太空检测中心传来消息，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。重复，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刚刚就是这台小小的引擎核心，让地球偏离了它自己的公转轨道3毫米。可惜只有一台引擎核心，不然产生的推力肯定不止3毫米。但这已经足够证明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。秘书长，这下我们可以纳入投票之列了。地球流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刚明明答应过的，只要我们能够验证氦3引擎核心的启动，就会让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之列。这是想当着全球人民的面反悔是吗 ？Yes， 偏离轨道的数据是真的，氦3引擎核心也是真的，但是你们建造氦3引擎核心的所有数据全都是盗取我们密地区的，所以这个氦3引擎核心应该属于密地区的。对，早在几十年前，我们就联合米国开始着手研发氦3引擎核心了。你们的建造数据都是盗取我们的，血口喷人！有什么证据说我们的数据是盗取的？氦3引擎核心明明是在裴翔总统的下，从无到有，从零到一研发出来的。证据？米国说的话就是真理，哪里是有什么证据？一群强盗！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，抢上我们大夏的东西。什么全地区直播？不都是假的吗？直播怎么突然画面怎么没了？这是想断开直播，突然抢占我们的氦3引擎核心。我警告你们，这里的事谁都不准泄露出去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再这样做？秘书长还在这儿呢。秘书长。你看他敢说一句话吗？无耻！你们米国一直是这么无耻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国的安危。你们发的战争财还少吗？
现在地球都要毁灭了，你们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安危吗？让他给我闭嘴！裴强，中国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死。特普森先生敬重的是个，竟然靠着自己研发出了氦三引擎核心。我可以给你最近咨询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现在全球直播都已经关闭了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做出的决定。这个混蛋，我把你的女人真面目公之于众。裴强，你只要交出氦三引擎核心和所有研发资料，我可以求特普森先生给你一张米国绿卡。以后啊，你就是米国精英人士，而且特普森先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继续推行地球流浪计划，这样还可以拯救全人类呀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，你建议啊慎重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你们这些垃圾要是守信，就不会害大家被氦闪爆炸而灭亡，更不会造飞船先自己逃跑。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骗子，骗了全部居民那么久，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你的，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死活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把氦三的资料交给你。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。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？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。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在这里绑架我们？就我没发现吗？李强，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，你这孩子刚刚出生，想必你也不想让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见到父亲，直接砸了吧。绝对不要想那么妥协，不要顾和孩子的死活，只要能保全人类，保全大家，和孩子死也可以瞑目。小子，别以为我不敢杀了，只要我动一动手指，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。儿子，面对正确的事情，就是死也支持你。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放了他们。哎，想救你的家人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氦三和所有发出来都骗到这样的强，你没必要为了这些外人放弃自己的家人啊！毕竟那些人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想你刚出生的孩子呀！放心，你在这里的所有决定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你只需要好就可以了。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的当下。如果我今天存活下来，将来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？他们欣然赴死，那我又有何惧？就算你不怕死，难道你不想见见你刚出生的孩子？难道你想让他刚出生就死？作为父亲，我对不起他。大夏为全人类，我必须这么做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爱国人一样贪生怕死。按你们大夏的古语来说，你就是经久不屈，吃罚酒。既然你不怕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只要你死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密领去的。裴相，你赶紧跑！只要有你在，大夏就有希望。都给我住手！早在我将隐形核心运来之前，就在隐形核心里面装好了炸弹。只要我按下去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。算把氦三隐形核心毁掉，我会把它交到你们手里。哼，你还敢威胁我们？你要是把这里都炸了，我们大夏的地球流浪计划就永远无法实行。就算我不能带着大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，就算我能为大夏做出贡献，也不会做大夏的对手。正好还能带着你们这些毒瘤一起去死。赶紧抓住他，把遥控器给我抢过来！
特普森，你居然在联合盟大会上公然大打出手，还有没有廉耻和道义可言？特普森先生，他们谁敢反抗？大而风范，胜实力，道义要是通过拳头打出来，要不然像我们在大夏一样，整天满嘴道义，是吧？你们想跟人家比搏，不同意了？谁说我不敢？让他们都下去！现在就放炸弹！谁都别想活着离开！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刚刚就是小小的开个玩笑，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样。好，既然可以商量，那就把全区的直播全都打开，还有，再把你派去绑架我家人的人，全部都撤走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让他们撤走。打开全球直播，把地球流浪计划列入投票之列，重新开始投票。不就是想全球直播投票吗？小问题。秘书长，到你的位置主持投票会议。哼，就算主持投票会议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们不同意，你们地球流浪计划照样会落选的。全地下城直播已经连接成功，下面开始全地下城直播投票。他们还真以为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们的计划就能入选呀？也不看看现在的未来联合盟是谁在把控，就算给他们100次机会，他们的计划也不可能入选。就算他们大夏把氦3引擎核心造出来了又怎样？米国才是大哥，他们大夏的氦3引擎核心迟早也是米国。如今，鉴于大夏代表带来的氦3引擎核心已经验证了地球流浪计划的可行性，现在对地球流浪计划能否加入投票之列开始投票。大夏代表不能给自己投票，现在请其余4位地区代表投票。这不公平！既然这是拯救全球的计划，那全球人民都应该享有决策权。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民都不应该被抛弃。为了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你们的施压，秘书长先生，我建议实行匿名投票。有人觉得应该按照他的建议再来一次吗？我劝你们还是放弃挣扎吧，再来多少次都是一样的。你们是后不过我。没错，只要我们不同意，我看谁敢同意他们的建议。我觉得夏国代表说的有道理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有投票的权利。你觉得管什么用？就凭你们那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，要不是特普森阁下大发善心帮你们实行诺亚方舟计划，你们国家的所有人就是死路一条。你们这些垃圾国家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你们不过是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一些垃圾。几百年前，这些人都是奴隶，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。给我滚下去！这个星球不只是你们想花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舅舅还想花的地方。我们理应享有跟你们一样的权益。都给我闭嘴！让你们想造反不成？我们都赞成按照大夏代表说的，进行全体匿名投票。好的很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匿名投票，那就投。不过我可要事先说好，如果这一次大夏的计划再不被入选，那么大夏就必须成为我矮国的附属身份。从此，大夏这个国家名字就改成地球上我的。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说叛逆，所有的大夏人都必须说我矮国语。特普森，欺人太甚！大夏怎么可能会做矮国的附属国？这样丧权辱国的做法，我们绝不答应。更何况，你们还是消灭我们的语言，这是想把大夏民族从地球上抹去了。被你猜对了，我们就是想让你们大夏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。而且我要更正一点，你们不是附属，而是附属省。多谢特普森先生送给我们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这样我们国家的居民就有更大的房子住了。你们还没有资格划分大夏的土地，大夏的土地那是属于大夏的每一个人民的。怎么，你们还想像上次一样被我们打跑啊？别开玩笑，20世纪我们的失败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？
要不是你们出手，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养在家里的弟弟。我看你们也别折腾，反正你们注定失败，不如现在归顺我们，做我们的附属小。怎么不好意思归顺我们？反正以后你们也不用说大夏语，我教你用矮国语怎么说投降。来跟我学。哇哩哇哩哇，伊斯科罗托斯戴斯。哇哩哇哩哇，伊斯科罗托斯戴斯。你们这么嚣张啊！现在全球人民都通过直播看到了你们丑陋的嘴脸，你们就不怕遭到全地下城人民的唾弃？曾经我们大夏也面临过巨大的困境，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亡国之战。即便是亡国，我们也要反抗，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疼，否则他们会一直踩在我们头上。相信我们也不愿意一辈子当下的，更不愿意一辈子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巨大的阴影里。你们必须得站起来，就像我们大夏一样，曾经被欺负，但是我们坚持住了。如今的大夏才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你们说，我们也可以站起来反抗。你把这当一个游戏，你看台下那些废物有人理你，不到这个时候就别想着装逼了，不然我保证你们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开始投票。等结果出来，你们大家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开始投票。裴家，如果这次我们真的失败了，我们可就是大夏民族的罪人了。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，一定会有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。地下城所有匿名投票已经结束，现在开始核实大夏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的票数。现在已经有10几个反对票了，赞成票数还是0，我看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你们投赞成票。没错，我劝你们呀，还是放弃吧，你们肯定是输了。我劝你们赶紧和矮国签署合约，成为他们的附属省份吧。到现在为止，全部都是反对票，你们大夏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绝对不会出现一张赞成票的，放弃吧，大夏。还没有结束，一定还会有机会的。你还是别做梦，就算是匿名投票，也有人反对。要我说，识趣的话，赶紧滚，少在这里丢脸。一定还会有转机的。世界上还有无数弱小的代表，他们一定会和我们站在一起。有赞成票了，有赞成票了。是谁敢给大夏投赞成票？是想被我们灭国单凭领土了吗？肯定是思国佬给他们投的赞成票。他们大夏之前跟思国的关系正不错，思国也一直站在大夏那边，这一票肯定是思国投的。不过是临死前的最后挣扎吧。这可是匿名投票，说不定是西方某一个早就看不过你们的国家投的赞成票呢。他们敢？人高兴的太早，这不过才1票，我敢打赌，这一票将是唯一的赞成票。1票，有10票赞成票了。怎么还会有人给大夏投票？汤普森，我们大夏有一句古话，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大夏为主，大势所趋。真当几张票数就能让你们反败为胜？就算我再送你们几10张赞成票，你们也赢不了。哎，咋了？反对票涨了，又涨回来了。还是大势所趋，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不如你们现在跪地上认特普森叫爷爷吧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能让你们输的没那么难。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我们手，你们拿什么都能赢，下辈子赢不了。别讲，你快看，超了，我们超了。匿名投票结束了，根据最后的结果显示，大夏以231票赞成票获胜，大夏所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成功入选。
行，被赢了。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所有票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根本不可能入选。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搞鬼。我要求公开投本票的国家，倒是要看看究竟是哪些国家大夏赞助票。特普森、乔金秀，这可是匿名投票，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公开投票国家？我们之所以建议匿名投票，就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受到压迫，这是在侵害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。合法？我看这是你们大夏国在搞鬼，一心拦着我不验票，这恰恰说了他的心里有鬼。你们肯定是作弊，什么狗屁匿名投票，都是你们想阴谋诡计。你们肯定是作弊，什么狗屁匿名投票，都是你们大夏的阴谋诡计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大夏作弊？大夏作为礼仪之邦，就是输也要输得坦坦荡荡，从不会像你们米国一样在背后搞鬼把戏。大夏赢了就是最大的证据。如果不是你们作弊，你们根本不可能会赢。要不然你怎么会拒绝公开投票国？全球谁不知道我们大夏是最恶心的种族？他们经常偷我们泡菜国的文化，如今又公然在联合盟上作弊，所以我要求立刻公开投票国。这不公平！你们联合起来，控投票这么恶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如今我们大夏赢的是光明正大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既然你说光明正大，那就再光明正大的来一次公开投票。现在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给你们大夏投票。认为大夏地球流浪计划应该入选的举手。哼，我就知道他们大夏肯定是作弊了。你看，现在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投票，他们怎么可能会？那肯定是作弊了。你竟然还敢给大夏投票？难道你们又想成为我们米地区的附属吗？我赞成大夏的计划。我也赞成大夏的优良地区计划。我也赞成。疯了！看你们是不想活了！相信美国，把你们当平！你们再敢是吧？你给我把手放下！竟然敢公然带头反抗米国，反抗我们！你们就想被灭族吗？如果我们怕，就不会站出来。几十年前，我们黑州就是一片没人顾及的垃圾场，只有大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，是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建造铁路，为我们拉动经济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我们怎么自顾大夏与不？就算你们米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又如何？我曾在大夏学到一句古话，叫做“人心齐才相宜”。你们米国就是那座大夏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。秘书长先生，现在可以认定刚才匿名的投票真是胜了吧？请你再次公布结果。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。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。恭喜大夏！多谢大家，多亏了你们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有我们大夏在，我就不敢动你们一手指头。别高兴太早，你们只是计划入选而已，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着地球流浪计划的实现。17年时间，我们完成了3000座引擎核心的建设。今天
是所有氦三引擎核心建设完成的日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正式开始引力弹弓加速第一加速器，2134年，地球绕太阳加速10年；第二加速器2144年，地球途经并环绕木星，完成最后的加速。在这有着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，请允许我郑重地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宣布，地球流浪计划的正式启动。这意味着全人类将开始漫长的宇宙流浪计划。